嘿，大家好，今天咱們不聊別的，就來聊聊馬斯克那個聽起來特別科幻的項目——星鏈 Starlink。這個項目簡直就是個太空互聯網的史詩，從紙上談兵到星辰大海，過程比小說還精彩。我打算像講故事一樣，給你捋一捋它到底是怎麼一步步走到今天的。故事要從2015年說起，那一年 SpaceX 的 CEO 埃隆·馬斯克在西雅圖正式宣布了星鏈計劃。你想想，那時候大家還在為手機信號不好吐槽，結果這哥們兒直接說我要在天上搭一個全球都能用的高速 WiFi。他提出的這個目標聽着就讓人覺得他是不是喝多了？因為傳統的衛星通信延遲高、帶寬低，簡直是互聯網時代的慢車道，主要服務於廣播電視或者極少數科研機構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那些傳統衛星都在36000公里外的地球同步軌道上待着。信號發過去再回來，隨隨便便就是500-600毫秒的延遲，玩個網絡遊戲都能氣到砸鍵盤。馬斯克的解決辦法是在近地軌道 LEO 上部署成千上萬顆小衛星，組成一個巨大的星座。為什麼要近地軌道？因為它離地面只有幾百公里，信號傳輸距離短了，延遲自然就低，能提供接近光纖的速度。當時他雄心勃勃地提出要部署大約 1.2 萬顆衛星。這數量光聽着都讓人覺得是瘋子的想法。這事兒的難度在哪兒呢？首先，你要發射海量的衛星，成本太高。如果用傳統火箭發射一顆衛星，成本可能就是幾千萬甚至上億美金，1.2萬顆，那得花多少錢？這根本是天文數字，商業上根本不成立。其次，你得能造出既小巧又便宜，還能大規模生產的衛星。這兩大難題 ，SpaceX 用自家神器獵鷹9號火箭的復用技術，硬生生把成本打了下來。獵鷹9號能一次性把幾十顆衛星打包送上去，而且火箭1級還能回來重複使用。這就像是火箭界的共享單車，成本瞬間就降下來了。在衛星製造方面 ，SpaceX 也在華盛頓州建了一個高科技工廠。用流水線的方式，像生產手機一樣生產衛星，讓衛星的成本也變得可以接受。到了2018年，他們發射了2顆測試衛星聽聽 A 和聽聽 B， 小試牛刀，測試了衛星的各項性能和地面站的連接。真正的史詩級登場是2019年5月 ，SpaceX 用一次發射，一口氣送了首批60顆星鏈衛星上天。那畫面簡直是太空中的火車，壯觀又震撼。當時很多人看到這60顆衛星像一串珍珠一樣在夜空中劃過，還以為看到了不明飛行物。至此，星鏈正式從實驗室走向了太空。發射只是開始，服務才是王道。進入2020年，星鏈開始在北美地區啟動了一個特別可愛的名字——聊勝於無 （Better than nothing） 的公測服務。這個名字多幽默啊！他知道自己還不夠完美，但他瞄準的就是那些光纖和有線寬帶都到不了的偏遠地區，比如加拿大北部、美國西部的一些農場或者鄉村。對於這些地方的人來說，他們過去可能只能用速度極慢、費用極高的老式衛星網絡，或者乾脆沒網。星鏈的出現對他們來說就是救命盜命。內測結果顯示，下載速度最高能達到200多兆每秒，延遲也控制在了40毫秒以內。這對於一個在太空運行的網絡來說，簡直是跨時代的突破。接下來的幾年 ，SpaceX 就像按下了快進鍵，他們不斷加快發射頻率，平均不到1周就要發射一批星鏈衛星。衛星總數蹭蹭往上漲，用戶也跟着暴增。為什麼能這麼快？因為他們不僅解決了火箭復用，還把衛星越做越先進。比如早期的衛星只是用射頻連接地面站，後來他們之間開始使用激光通信技術。這就像在太空中的衛星之間架設了光纖，數據傳輸速度更快，延遲更低，而且不需要經過遙遠的地面站。到了2022年底，星鏈用戶數突破了100萬。僅僅9個月後，也就是2023年9月，用戶數就突破了200萬。這增長速度簡直就是互聯網界的火箭。更關鍵的是，服務範圍也一路擴張，覆蓋了全球超過60個國家和地區，尤其是在一些基礎設施薄弱的地区，星鏈成了他們連接世界的橋梁。而且星鏈的服務也越來越多樣化，不僅僅是給普通家庭用。
他們推出了面向戶外和移動場景的星鏈 mini 終端，體積小巧，功耗低，你可以帶着它去露營、去探險，隨時隨地都能上網。同時，在商業應用上，他們也開始和航空公司、海運公司合作。現在你在很多国際航班上會看到由 Starlink 提供 Wi-Fi 的標識，讓乘客在萬米高空或者遠洋之上也能刷劇辦公，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進入2024年，星鏈的部署速度還在持續刷新紀錄，衛星總數已經突破了6000多顆，佔據了全球在軌衛星總數的一半以上，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衛星星座了。這引發了一些爭議，比如天文學家就擔心這麼多衛星會干擾地面望遠鏡的觀測。SpaceX 也一直在努力改進，比如給衛星塗上特殊的黑色塗層，減少反光，試圖找到一個平衡點。最新的技術升級更讓人興奮，他們開始部署具備直連手機載功能的新型衛星。這意味着未來你的普通手機不需要任何特殊設備，就有可能直接連上星鏈信號，實現真正的全球無縫通信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以後就算你在沙漠中央、深山老林，手機也能直接收發短信、打電話，甚至還能上網。這徹底打破了傳統通信基站的限制。此外，在軍事和商業領域，星鏈的觸角也在不斷延伸。SpaceX 成立了 Starshield 星盾，專為政府和國防機構提供服務，強化了它在戰略層面的價值。同時，隨着發射成本的進一步降低和制造效率的提高，星鏈在2025年宣布，全球用戶數已經突破了700萬，並且還在持續高速增長。這已經讓它成為一家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電信巨頭。所以你看，星鏈的發展史就是一個大膽設想、快速迭代、顛覆傳統的過程。從2015年一個充滿爭議的宏大藍圖，到今天擁有數百萬用戶的全球性寬帶服務商，它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上網這件事的地理限制和成本預期。它不僅僅是提供了一個太空 Wi-Fi， 它還催生了整個低軌衛星互聯網的新賽道，比如亞馬遜的柯伊伯計劃 Project Kuiper 也在緊隨其後。它更是推動了火箭重複使用技術的成熟，讓太空這個詞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科學名詞，而是變成了我們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基礎設施，成為了全球數字化的重要推動力。未來星鏈會怎樣？也許真的能實現馬斯克最初的承諾，讓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的人都能以低延遲、高帶寬的方式連接到互聯網。這不只是一個商業故事，更是一場關於連接和可能性的科技革命。好了，星鏈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聊到這兒。你覺得星鏈最牛的地方是哪兒呢？是它超快的部署速度，還是它顛覆性的技術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想法。